喂，你好，我是沈玲，欢迎收看9月24日星期四的天下新闻。肯塔基州的检察长宣布不会起诉布伦纳泰勒被警察击毙案中开枪的2名员警，这也再一次激发了已经延续了整个夏天的种族维权还有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示威活动。平权人士们希望能够推动警察的改革，但是不满政府自上而下的消极应对以及不作为，同时受到了警察工会的强势反对。在大选年加上新冠疫情的多事之秋，占据公众视线多月的警察改革收效，简直是微乎其微。5月底，明尼苏达州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发生之后，全美最少有23个州的立法部门已经进入休会期。警察改革和新冠疫情等紧急事项只能通过举行特殊会议表决。平权人士只能寄望明年推进警察改革。不过，他们担心届时事件余韵可能已经消逝，不能打铁趁热。7月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大部分美国人都赞同警界需要迫切的大范围改革，包括88%的非裔和51%的白人，只有14%的共和党选民表示同意。但他们之间有72%认为小范围改革也很有必要。不过，民众在此之后逐渐转态，经历一个夏天的示威之后，9月的民调显示，非裔的命也是命的支持率下跌9%，共和党选民对此的认可度更大跌13%。与此同时，警察工会强势反对任何形式的警察改革法案，令警察改革再次搁置。虽然大改革无法成型，但对警察执法标准的质疑已经产生质变。部分州通过法案限制警察拘捕行为，以及强制警察佩戴执法摄像头。明尼苏达州更取缔压紧锁喉、封锁嫌犯，并禁止警察进行战士风格的训练。不过，这些改变对于平权人士来说还远远不足。即使民主党主导的加州，也无法在上月的立法议程内通过相关的警察改革法案，包括禁止锁喉和对牵涉枪击案件的警察进行独立调查。其中最颠覆的新规是允许加州对有前科的警员撤职，以及建立全美最严格的警员资格审核标准，两者都闯不到投票一关。相比之下，科罗拉多州今年通过了颠覆性的改革法案，终止容易造成偏袒警员的有效豁免原则，但是收获的反弹不小，超过240位当地警员在法案通过之后辞职。而宣布支持总统特朗普连任的美国最大警察工会警察兄弟会表示愿意改进警界和司法系统，与平权人士对话，但是前提是讨论事实，不是抒发情绪。又指超过200名警员今年死于新冠病毒，80万名警员每天为保护社区而暴露在感染风险中，不应该因为个别事件而转移现实焦点。不过，即使大规模的警察改革法案能在国会提出，两党目前政见分裂严重的形势，可能也为这些改革的最终落实带来一定困难。天下卫视编辑报道。